喂，你到底是如何做到一边干着这么诡异的事，一边还能谈笑风生的？你真的还是个人类吗？拿去化验一下。根据我们的观察，你是近期才出现在了暗域的外围。暗域是指的我待了3年的那个鬼地方。没错，根据我们已经收容的生物所言，那个地方被他们称为域。而由于里面常年处于黑暗，我们又将其称作暗域。而至此以前，我们从未在暗域的外围发现过人类生命。前一天我们在门附近发现了你，你似乎对人类没有恶意。现在我们决定将你进行收容。收容？包吃包住吗？太好了，我一定好好听你们的话，只要管吃管住，你们叫我往东，我绝不往西。目标暂无攻击倾向，安全等级暂定为 S， 编号292。编号 S292，收容物名称：迷失的人，收容等级：安全暂定，目标能力：未知，待研究，收容条件：未知，待研究。由于你现在的收容等级是 S， 也就是安全，你可以在基地的指定范围内活动。不是说要研究我的吗？研究是在收容间进行的。不用切片吗？把他送去收容间。看来他的收容等级需要更改一下。编号 S292，情绪稳定，编号 S292，食量巨大。博士，这块组织有什么问题吗？这是多么了不得的发现！他立马从那块血肉之上切下一小片，放在仪器上进行观察。只见那块切片上，无数的细胞开始快速的增生，老的细胞又迅速开始消亡，如此循环反复。那块切片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：新鲜。它可以一直保持新鲜的状态。这简直就是神迹！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代表它可以长生不死。没错。可是，在一些收容物上，不也发现了同样的情况吗？不一样，因为这是在人类的身上发现的。可他那样还真是人类吗？谁家好人切自己的肉，眼都不眨一下的？从生物学的角度看，应该还算是吧。应该吧。喂，有人在吗？在的，请问有什么能帮到您的？我想请问下 S069御医先生的房间怎么走？顺着走廊一直走，看到编号那间就是。你要相信我的诊断不会有问题。你这具身体有病，而且病得很严重。眼前这个被按住的年轻男，正是收容物有的小队成员刘光。我的朋友，你真的来了。大哥，你放开我！你这人怎么不遵循医嘱呢？谢谢你，我的朋友。不客气，我的朋友。我的朋友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客气了，我的朋友，有什么吩咐？帮我将这位调皮的病人束缚住，我实在是腾不出手来了。我的朋友，你似乎忘记给他打麻药了。完了，这疯子居然还敢质疑御医的医术。如果说之前他还有机会活下来，那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了任何活下去的。他很清楚，质疑御医的医术会使御医陷入狂暴。如果不给病人打麻药，病人会很痛苦的。感谢你的提醒，我的朋友。可是我忘记了提前准备麻药，这里也并没有制作麻药的材料，这可应该怎么办才好？御医先生，请容我准备一下，正好没有麻药，我也没做好手术的准备，我改天再来找您，如何？也只能这样了。别急，我的朋友，我有办法。光我呀，要躺板了。我的朋友，你如果从医，那绝对会是一个优秀的医生。这位调皮的病人到底患了什么病？不是什么很严重的问题，只需要做一个小小的手术就能痊愈。御医不慌不忙，指尖的手术刀翻飞间，将残余的病灶飞快切除。待会儿我忘记提前准备工具箱了，这场手术实在太仓促了。失眠的。我的朋友，你真是个天才。虽然这么做会让病人受到感染，但只要术后我给他调配一些药剂，那些感染并发症不值一提。在这两个疯子的合力下，这场状况百出的小手术进行得异常顺利。博士，他真的还是一个人类吗？我的朋友，你还认识其他像我这样优秀的医生吗？当然，我还有一个朋友，他也是位医术高明的医生。如果没有那位朋友，我或许早已死在了暗狱中。你那位朋友用什么工具替你做的手术？上帝啊，我找不到词语来形容这美丽的窗口，这简直就是艺术。我那位朋友用的是电锯。上帝啊，你那位朋友绝对是一名顶尖的外科医生。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我的朋友，你的胸口上为什么长了2个痔疮？我没看错的话，这应该是痔疮吧？这是我自己缝合的伤口。
原谅我的朋友。虽然我很认可你对于手术的见解，但你这缝合手法简直就是一坨狗屎。陆游的行为无疑是在玷污他的毕生所学。随后，御医将那伤口的缝合线扯了出来。诡异的是，陆游的胸膛上已经没有任何伤口，之前的伤口奇迹般愈合了。我明明受了伤的呀，我果然受伤了。然而他还没高兴2秒，伤口又开始奇迹般愈合了。咦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我的朋友，你病的比我想象中的更加严重，你的细胞活跃程度很高，伤口通常很快就会自己愈合。那我背后的伤口为什么一直都存在呢？应该是伤口上面掺杂了诅咒的力量，当然也有可能是你那位外科医生朋友的电锯导致的。放心，我的朋友，我是个合格的医生，治愈病人是我一生的追求。我先替你做个体检。我的朋友，我绝对相信你的医术，咱们立马开始吧。你闻出我是生了什么病吗？我在你的血液中闻到了诅咒的味道。原来是诅咒啊，还以为我是生病了，真是吓死我了。这个诅咒很罕见，而且很强大。我从医生涯已经不知道多少年了，也是第2次见到。上一次见到这个诅咒的时候，那是在一头猪的身上，那头猪最后变成了一滩没有思想，只有本能，如同狗屎一般的烂肉。这么带劲吗？与此同时，监控的另一头，博士手里捧着一本笔记本，飞快地在上面书写，将陆游和御医的对话详细地记录了下来。这可真是宝贵的财富啊！我的朋友，你的症状让我感觉有些棘手，我需要另一位朋友的帮助。你放心，他是一位很优秀的骨科医生。我该怎么感谢你，我的朋友？我是一名有医德的医生，不需要患者的感谢，只要能治愈患者的可能，哪怕只有微弱的一丝可能，我也会拼尽全力。您真是一位品德高尚的医生。这位朋友是？我叫伊凡。编号 S081雕骨匠。博士两眼放光，紧紧攥着手中的笔记本，等待他们3个的声音传来。伊华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位患者，他遭受了那种诅咒，且诅咒深入骨髓，因此我不得不寻求你的帮助。我的朋友，你放心，这次我没忘记准备麻药，一会儿我会将你的骨头整个抽出来，即便有麻药，过程也可能会有一点点痛，你一定要忍住。还真是个疯狂的手术啊！来吧，我的朋友，我相信你。伊凡眼眶中的魂火剧烈跳动，从工具箱里面拿出了一柄锤子，还有一柄小小的凿子。随着大量麻药的注入，陆游睡得很安详。御医伸出手指，缓缓划开陆游的胸膛。御医又从医疗箱里面拿出大大小小数十种瓶子，他把瓶子里所有的液体都倒在了陆游的身上。几个小时后，隔壁房间内就出现了一具没有头骨的骨架。没错，这就是陆游。博士，真的不需要阻止他们吗？当然了，我们需要立即去阻止他们，所以你们谁愿意去？卧槽，他居然在骨头上用出了浮雕的技艺。那副骨架上此时被雕刻了不少精美繁杂的花纹，确实是以浮雕的艺术形式雕刻上去。他被诅咒中得太深，我也只能依靠炼金法阵将诅咒压制。想要根除，我也做不了。跟我的预计差不多。那么接下来，我要将他的骨头装回去了。御医将骨架塞回陆游的身体，随后又将那些杂乱的内脏归位。好像多了个零件。狗屎！我忘记装他的声带了。把 S292带回来。如果 S069和 S081阻挠，则放弃此次行动。队长，目标体温异常。不是，目标 S292体温异常。你们问一下御医。御医先生，他……问题不大，只是一系列的手术并发症而已。我已经给他喝过我调配的药剂了，等他体温降下去后，应该就能醒过来。听到这话，队长松了一口气，随后指挥小队人员将陆游抬离。等一下，这里还有一个人类，你一起带走。乐意为您效劳，先生。一时间，收容间里面就只剩下了御医和伊凡。我先回去了，这次雕刻我很满足。御医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，似乎他们俩都不担心手术失败。经过手术，他的细胞的活性有所降低，但接口处的细胞依旧活跃，伤口愈合的速度很快。看来 S069和 S081的手术很成功。如果按照原本的速度增生，那么他的结局真的很有可能成为一滩烂肉。但是现在，他的细胞活跃速度就在一个正常的范围了，真是一场神奇的手术。我真想把他欺骗。当陆游苏醒时，已经是2天以后了。此时，缸中的营养液已经被他吸收殆尽。你醒了，感觉身体哪里有异样吗？没有感觉。对了，御医先生呢？御医先生正在休息。那个调皮的病人呢？他现在怎么样了？感谢你的关心，他现在非常的好。流光，你仔细回想一下，你是在哪儿碰到的鬼脸鹅？队长，我发誓我从没有见过这鬼东西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体内会有这鬼东西的幼虫。鬼脸鹅幼虫的生长周期只有短短的1个月，按照你体内的那只幼虫大小来看，寄生在你体内的时间应该不到20天，而你这3个月内都在基地和我们训练，也没有外出过，也就2天前执行任务时，你才离开过基地，没有道理啊！
我是守御人调查组的，你们可以叫我恩佐大校。恩佐大校。列兵刘光，根据守御人条例，你现在需要跟我回去接受调查组调查。报告大校，我认为刘光这件事还存在许多疑点。飞镖少尉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报告恩佐大校，我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。阻碍调查组调查，按照守御人条例，应该怎么处理？按照守御人内部治安条例，阻碍调查组调查，并有危害收容所安全行为者，当就地抹杀。飞镖少尉，那我现在开枪，你没有意见吧？恩佐大校，我愿意接受调查组调查。你疯了！到了调查组会经历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可是队长他真是个英明的选择。我有个忙需要你的帮助。我这个人最喜欢乐于助人了。等会儿看到这个人，你帮我说个话，就说他身上有诡异的气息。就这么简单？就是这么简单。放心，交给我吧。恩佐先生，最新的调查令，还请配合我们的调查。你们有什么证据说我被诡异污染？这是我们 C03 收容所刚收容的一个活体收容物，它在暗域中生存多年，对于诡异的气息极为敏感。详细的资料系统里面已经收录。针对你的调查令，上级委派我们带上 S292 收容物协助进行调查。可是这样做不符合守御人内部条例，就算是我有嫌疑，那也应该出动调查组，而不是让你们来对我进行调查。大校先生，我们有上头的特许，对此您还有什么其他的疑问吗？你看出来了吗？博士先生，我似乎并不需要替你说谎。所以你的结论是，这位先生不是被诡异污染，因为他本身就是诡异。博士先生，看来这位收容物并不算太靠谱啊！想要靠调查我拖延时间吗？不得不说，博士先生您的想法十分完美。编号 S292，我看过你的资料，要不要考虑转移到我们U01收容所？我们那里的条件要比这里好上太多了。还可以转移吗？原则上可以，只要收容物没有强烈的逃跑欲望和攻击倾向。感谢你的好意，不过我并没有换地方的打算。没事，如果你有想法的话，可以联系我。应该没有机会联系你了。S292，你要是动手杀人，你的级别会被定为 K， 守御人组织会对你进行抹杀。他又不是人类。你说我不是人类，你有什么证据？可不能单凭你一句话就能否定我人类的身份。博士先生，杀个低等生命这么麻烦吗？确实如此，如果能够证明他是诡异，那自然想杀就杀。那我如果不能证明，可是直接杀了呢，会有什么后果？被抹杀。真是烦人，感觉还是暗域里面待着舒服。既然非要证明，你们去找我的朋友于先生吧，他肯定能证明。此时，飞镖正死死地把恩佐按在地下，他的小腹正在往外呼呼冒着鲜血。把他送到御医那里去，飞镖，你也一起去，正好可以作为交易的代价。压在恩佐身上的飞镖，身体瞬间被洞穿，在他的身后还有一根森白的骨刺。然而，飞镖仿佛没有察觉，手臂死死地卡住恩佐。C03 收容所启动紧急预案。看来咱们小队今天都得凉在这里。也好也好，咱们一起下去，说不定还能找座山落草为寇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耍滑头？都怪你们，都怪你！要不是你们，计划可以进行的很顺利。还有那个收容物，我一定会杀了他。说话间，他已经是挣脱了飞镖术，在他的背后，一对鼓一张开，众人顿时陷入绝望之中。这样的怪物不是他们这群新手能够解决的。想杀我呀？那你快来吧，我已经等不及了。此时，陆游正以一种怪异的姿势趴在天花板上，就好像一只蜘蛛一样，他的手深深插入了钢筋混凝土铸成的天花板里。你们有没有感觉，这哥们儿才更吓人？与此同时，一种奇特的气场从陆啸的身上蔓延开来。不可能！高位者，资料上的你不是人类吗？为什么你的身上会有高位者的压制力？什么是高位者？高位者指的是那些位格更高的诡异生物。打个比方，这时候的恩佐是个凡人，那 S292 则是皇帝。还有这个说法吗？这是队长之前告诉我的。队长之前的队友就是死在了高位者手里。那么就是说 S292 不是人类了，对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我真的是人类，你们要相信我，因为你的长相吓到我后面这位美丽的女士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。S292 先生，他属于什么诡异？我有名字，我叫陆游。他连诡异都算不上，只不过是一个低级的吸血鬼，而且还是一个被转换没多久的吸血鬼。把 S069 带过来，记得让他带上医疗箱。你刚刚的样子真的很带劲。先生，
感谢你的夸奖。你刚才说他是被转换不久的吸血鬼？没错，他和我在那什么暗域里面见到的那些吸血鬼可差远了。那些吸血鬼长得可比他要带劲多了。如果是刚转换的，那这件事就有意思了。那么博士先生，我现在可以杀掉他吗？你开心就好。看得出来，你似乎很讨厌诡异。先生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这是为了方便食用。更何况，他也不是你口中的诡异。你是说你打算吃的？好吃吗？哦，我的朋友，见到你没事，我真是太欣慰了。我的朋友，你的医术让人赞叹，我现在感觉前所未有的好。能得到你的认可，我的努力变得很有价值。你们先带命吧。哦，抱歉，我的朋友，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。博士先生，请问我有什么能帮到你的？哦，真是可怜的人，他似乎伤得很严重。交易的内容就是保住他的性命。真是个可怜的人，他的内脏已经支离破碎。看到你们之间的羁绊，我很感动。作为一名医生，我会尽全力拯救他的。刚刚我问到哪儿了？你问我好吃吗？所以好吃吗？一点也不好吃，那味道简直令人作呕，就像老太太的裹脚布，又酸又臭。你的形容让我很有画面感。所有诡异生物的味道都一样吗？再次纠正一下，它并不是你口中的诡异生物，真正的诡异生物味道可是很美妙的。我曾有幸尝过，那味道简直回味无穷。博士先生，我不建议你尝试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可能会因此消化不了，或者感染一些未知的诅咒。那可真是太遗憾了。下次有机会能让我尝尝诡异生物的味道吗？当然可以，博士先生。博士又指向地上分布整齐的肉块。这些能让我带走吗？它们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。可以是可以，但我现在真的很饿。收容间里面不是有吃不完的食物吗？还是说你对那些食物不感兴趣？陆游忽然想到那个会掉落食物的案子。抱歉，饿急眼了，我把那个东西忘记了。他吃这么多，不会消化不良吗？他的消化能力很强，换句话说，他的这具身体需要大量的能量摄入才能维持。原来是这样。我的朋友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乐意效劳。御医伸出手指，指尖在陆游的手臂上轻轻一划，一道细小的口子瞬间浮现，一滴鲜红的血液溢出。御医用指尖接住那滴鲜血，随后滴入了飞镖的腹腔。我的血液里不应该含有诅咒吗？一滴血液能蕴含的诅咒有限，但那些微弱的诅咒之力就足够让它痊愈了。御医先生，如果按照您所说，那 S292 的血液不就可以治愈一切创伤？理论上来说是这样没错，但也要根据病人后期的临床反应来决定。毕竟我也是第一次尝试这种方法，他的血液或许会给患者带来不可控的变异，祝他好运吧。针对调查组的调查完成了吗？调查已经完成。那就好，这样一来应该能为我们争取一些时间。先生，调查结果出现了一些意外。什么意外？博士将一段监控视频的录像传了过去，正是在训练室发生的事情。你怎么看？这就要从鬼脸蛾的特性说起了。鬼脸蛾幼虫阶段会潜伏在人体，在破茧成为成虫后，它会寄居在人的体内，通过人体的分泌物进行产卵。也就是说，如果那位倒霉的守御人没有被发现，再过一段时间后，我们 C03 收容所可能会彻底沦陷。所以，你怀疑这次事件是针对 C03 收容所的一次有预谋的行动？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那你认为他们针对 C03 的目的是什么？ S9 被污染的造物主，他们的目的应该是通过让 C03 沦陷，然后将 S9 转移。那个调查组的人是吸血鬼这件事，你们可以拿来做文章。我知道了。幽灵妖收容所里有什么你需要的收容物吗？我要 S097 腐化左轮。好，我会去交涉的。我还有个提议，请讲。我想借用 S292 的能力，完成对一些诡异的收容。根据你传来的视频，那个收容物似乎极度危险。可是他对于人类还没有表现出过恶意。收容他的时候，城市之火小队对他进行了射击，他也并未反击。我认为他还需要继续观察。也行。对了，我看他的位格似乎很高。他和御医出奇的合得来，我猜测他们两个或许是同一位格。他们两个是同一位格，而御医又拥有微弱的神性，那就是说人类也可以具有神性。S292 并不具备任何参考性，更何况它的到底有没有神性还有待研究。尽快针对这方面研究，如果能确定人类可以拥有神性，那将是人类的一场盛宴。那也将会是人类的一场灾难。目标 S292 细胞活跃度异常，疑似遭受了诅咒。很快，陆游就带到了一间特殊的收容室。陆游好奇地看着里3层外3层的收容室。目录好奇，编号 S292，未来的7天你都会被收容在这里。
1天后，派出2名耗材对 S292进行挑衅，他就这样睡着了。显而易见的结果，就这样，陆游在收容间度过了第1天。第2天一早，一阵吵闹的声音传入陆游的耳朵里。老王，这房间可比我们那个监视舒服多了。没想到在这里还有红酒喝。咱们2个死刑犯还能有这待遇，做梦都不敢想。那个西装墨镜男跟我说，只要在这鬼地方待满30天，就能把我的案件撤销。我已经在这里待了13天了，再有17天就可以出去了。老王，你该不会真信了他的鬼话吧？就你手上的命难，枪毙你30次都算少了。对了，我听说隔壁那个小子昨天是第30天，不知道他出去了没？反正我是没见过他了。那小子犯了什么事？听说是侵犯了10几个小孩，原本是判的死刑。垃圾玩意儿。2人说话的声音其实并不大，但落在陆游耳朵里却显得极为吵闹。显然，房间里应该是有将声音扩大的手段。2位朋友，你们打扰到我休息了，说话能小声点吗？老王，你听到没？这个小子让我们小声一点。哎，老王你怎么不说话？小朋友，趁着现在我心情好，你乖乖的给我道个歉，我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。不然，你真的是太吵了。他的笑容很是诡异，手上还抓着一团血肉模糊的东西。那团血肉模糊的东西，正是眼前这位男子的舌头。朋友，你应该不会吵到我休息吧？听到陆游的话，老王只能是拼了命的点头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。明天派遣3名耗材去给目标打扫房间。很快，时间来到了第3天，3名耗材被送到了这处狭小的房间。这次送来的3个耗材，明显比昨天那2个都是。先生，需要我们替您打扫房间吗？当然，谢谢你们。确认目标不会无故主动对人类发起攻击，且对人类抱有善意。一连到第4天，陆游所在的房间已经停止了食物供应，但这难不倒陆游。他翻过窗户，来到第2个房间，饱餐一顿，又回到了最小的房间。一连7天过去，陆游只是吃饱了睡，睡饱了吃，并没有逃离的倾向。实验结束，目标定为 S 级，无逃离倾向，对人类没有攻击倾向和恶意。收容条件：不主动挑衅，且给予充足的食物。收容目标能力：快速愈合。现在还差最后一项实验，测试目标的战斗能力。目标疑似高位者，或许地级收容物能测试出他的战斗能力。该用哪个收容物做实验呢？博士，我们不如动用 S077管家。不错的想法 ，S077的战斗能力很强，甚至比许多地级都强，而且还不用担心目标的安全。进行 S292战斗数据收集，出动 S077管家。另一边，陆游被工作人员带到了另一间房间。先生，接下来会有一场战斗，你需要什么武器吗？战斗？是的，先生，这是为了收集你的战斗数据。研究室吧，放心，我绝对配合。长这么大从来没有摸过枪，要不你们给我一把手枪吧。很快，另一名工作人员拿着一柄手枪走了进来。陆游接过手枪，看着手枪，愣了出神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房间外，博士手上拿着一个没有碰铃的中型，他轻轻摇晃手中的铃铛，明明没有碰铃，但悦耳的铃声却凭空响起。早上好，先生，有什么可以帮到您？编号 S077，收容等级 S， 目标能力理财管理暗杀，收容条件远离其他收容物，避免被污染或利用，战斗能力和他战斗会让你感觉到头疼。管家，我需要你去击杀里面那个少年。乐意为您效劳。诡异的味道。先生，常规的枪械无法对我造成伤害。那真是太遗憾了。准确来说，常规的物理手段都无法对管家造成伤害。随后，陆游趴在地上，身体呈现一个诡异的姿势，扭曲着。这是陆游从蜥蜴人身上学到的身体。管家一挥手，数把刀叉像飞刀一样袭向爬行的陆游。但陆游就好像一把就演完，所有的伤害都被他规避。陆游以极快的速度接近管家，管家腰身一沉，一记鞭腿朝着陆游的脑袋踢去。陆游伸出双手接住管家的腿，只听一阵骨骼碎裂的声音传来。没错，管家的腿折了。他是怎么做到的？仅用双手就能伤害到 S077管家？应该是他遭受的那种诅咒，使得他的肉身能够伤害到诡异生命。也就是说，那种诅咒把他改造成了类似诡异的生命体。这是一个了不得的发现。目光回到场上，陆游已经将管家的另一条腿掰断，但从管家的表情里看不到任何的情绪。他的八字胡微微抖动，无数柄刀叉凭空出现。够了，这些餐具已经够用了。此时他有些迫不及待，想要品尝这个诡异的味道。博士摇了摇手里的铃铛。
只是一瞬间，那个管家就消失不见了。好好的，怎么就不见了？我跟他废话那么多干什么？应该直接上嘴的。好气啊！目标战斗能力暂时评估为1级。博士先生，刚刚那个诡异去哪了？那个，他可不能给你吃，不然救不了神河的。对了，你是怎么对他造成的伤害？就那样啊。这一点他没有说谎，毕竟他的一招一式都那么朴实无华。实验已经结束，你可以回到自己的房间了。博士来到了实验室，他拿出那个装有陆游血肉的容器，将那块血肉拿了出来，随手拿了一支笔，上面沾染了一些陆游的血液。早上好，先生，有什么可以帮到您？配合我做个小实验，乐意为您效劳。噗嗤一声，笔尖扎在了管家的手臂上。你有受到伤害吗？受到了一些轻微的伤害，先生。得到了想要的结果，博士摇动铃铛，将管家收回。看来 S292 的血肉确实能对诡异生命造成伤害。我的朋友，最近我感觉自己的胃口不太好。别紧张，我的朋友，只是因为你的诅咒被压制了，导致你必须要通过大量进食来维持能量的消耗。听到御医的诊断结果，陆游松了一口气，他还以为自己又生病了。对了，伊凡先生呢？最近都没看到他，我想当面对伊凡先生表达感谢。那我带你去找他吧。谢谢你，我的朋友。哦，还真是个好球。很快，御医就带着陆游来到了伊凡的收容间。伊凡是一位手艺精巧的雕刻艺人，他生前制造的玩偶深受小孩子的喜爱。但是自从知道那些玩偶是通过用人类骨头雕刻的之后，那些渔民对伊凡进行了疯狂的报复。他们将伊凡绑在绞刑架上，用最为极端的刑法折磨伊凡，最后还把他身体与骨头分离。真是遗憾，伊凡先生明明是一位值得受到尊敬的手艺人。他只是想将快乐带给人们，可惜。你们怎么来了？伊华，我的朋友想要对你当面表达谢意。朋友，你看看我这些收藏品怎么样？都是精美的艺术品。不得不说，伊凡先生，您的雕刻技艺已经出神入化。可惜人们不认同我的艺术。伊凡先生，好的艺术作品必然会遭受到非议。显而易见，这是因为他们不懂艺术。就像御医先生一样，他的艺术总是会遭到怀疑。而您，伊凡先生，你是我见过的最厉害的雕刻艺术家。瞧瞧这些精美的艺术品，他们是那么的耀眼，他们本该陈列在艺术博物馆里面。可是，他们将我残忍地杀死。他们忘了，我亲手雕刻的玩偶曾出现在了他们孩子的陪葬品中。我不过是想为孩子们带来一些欢乐罢了。伊凡先生，我觉得遗憾的不应该是您，该感受到遗憾的是那些愚蠢的人，因为他们的愚蠢，这才导致他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艺术家。谢谢你，我的朋友，你的话让我好受多了。虽然我也没有责怪过那些人，但那件事情确实让我感觉到深深的遗憾。伊华，能见到你走出心里的阴影，我实在是太高兴了。我也很高兴，我的朋友，我决定赠送你一件小礼物。伊凡捧着一个盒子来到陆游面前。我的朋友，这是我收藏了许多年的一件作品。盒子里面躺着一根大概有30公分长的一柄骨刺，精美且繁杂的花纹遍布整根骨刺，在手柄的末尾还镶嵌着一颗圆润的碧蓝色宝石。这是我一次偶然之间得到的一根腿骨和一颗眼球，我并不知道它们来自哪位存在。在这根骨刺上面，我倾注了对炼金法阵的毕生理解，它是我这一生中最伟大的一件作品。伊凡先生，这太贵重了。我的朋友，现在它是你的了。好的作品，只有懂得欣赏的人才配拥有。显而易见，你是一位很懂得艺术的人。伊凡说的没错，我的朋友，只有你才配拥有它。感谢你们对我的认可，原谅我，认识了这么久还没告诉你们我的名字，我叫陆游。陆，依旧是我的名字。陆，我们一定会成为很要好的朋友。监控外面，博士将这一切都尽收眼里。对于收容物的监控是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的。S081的收容条件可以更新了。陆，你的诅咒在不久的将来还会给你带来困扰。我在你的骨头上面刻画了压制的炼金法阵，但那只是治标不治本。那个诅咒根植在你的骨髓之中，想要根除没有任何的可能性，但那个诅咒也让你拥有强大的实力。那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办？还有多少时间？我曾经跟你说过，这个诅咒的尽头是变成一滩没有思想、只有本能的烂肉。但这个理论并不一定适用，因为上一次我是在一头猪的身上见到的。那头猪的解决虽然成了一滩烂肉，但也同时化身成为了更高维的形态。那形态，即便是我看到，都险些被污染。
你的情况和那头被诅咒的猪相似，根据你血液里面的诅咒成分来看，应该是在下个月就会成为那滩烂肉。但是经过我和伊凡的手术，将时间往后推迟了1年，所以这1年里，你需要寻找到解决的办法。那我应该去哪里寻找？回到暗域中吗？回到暗域的话，你的诅咒会加深，所以我的建议是去人类的世界找。闲聊一阵后，陆游拜别了2人。你怎么骗路？明明回到暗域才有可能找到解决的办法。我并没有骗他，回到暗域确实更有可能解决诅咒，但同时也会加快诅咒的侵蚀速度。伊凡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。这个诅咒名为灯神，而陆作为一个人类，人类世界才更适合他。他一个人类怎么会被下这种诅咒？我也很好奇。可是灯神失败的后果。但是我相信陆博士先生，我想要去人类世界。陆游并不确定这个人类世界是不是自己原本存在的那个世界，因此他也只好用人类世界这个词来代替。可是收容所并没有带活体收容物去现世的先例。那么有其他的办法吗？办法还是有，我可以让你去帮助守狱人完成收容诡异的任务，但是这无疑会给我带来巨大的风险。如果你在外出的过程中伤到了人类，那么组织会将你定性为地级，且会对我进行审判。博士先生，你放心，我对人类都是很友善的。至少目前看来，确实如你所说，这也是我相信你的前提。但是我还有个条件。博士先生，有什么条件你说？我需要你身上大量的血肉。博士先生，大量指的是多大的量？这么大吗？不用那么多，大概有个这么大，主要是血液。博士已经确认了，相比于血肉，对诡异伤害最大的还是陆游的血液。要我的血，5升够不够？再多我就不够了。即便你给我再多的血液，那也有用完的一天。我打算提取部分你的造血干细胞。博士的打算是通过培养陆游的造血干细胞，人工生成血液。虽然这样效果可能会大打折扣，但足够实用了。来吧，先生，管够。等陆游从手术室走出来后，脸色都有些发白。博士也是人狠话不多，直接从他身上提取了大半。好在陆游的恢复能力极强，因此也并未对他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影响，不过是短时间的虚弱。等有任务需要你的时候，我会通知你。兄弟们，接到消息，今晚会有人来打劫庄园，各单位做好战斗准备。魔镜啊魔镜，我想问今晚来的有多少人？你用什么来换取答案？别拿之前那些肮脏的血肉来糊弄我，我需要纯净的血肉，纯净，你懂吗？若是旁人看到一面镜子还能说话，可能当场就会吓出心脏病。但中年男子似乎习以为常，他拍了拍手掌。2名身穿黑色西装的保镖架着一个少女走了进来，少女脸色显得有些惨，显然是遭受过严重的惊吓。魔镜啊魔镜，这次的祭品你可还满意？不错，是纯净的血肉。中年男子转过身，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，像是啮齿类的生物在磨牙。7个人，让你的保镖们注意下水道。听到魔镜的回答，中年男人点了点头，随后拿出一个通讯器。7个人可能会从下水道出现，你们注意了。过了今晚，明天我给兄弟们发奖金。刘总真是好人啊！是啊，1天6万的工资，只要再干1星期，我就攒够了在魔都买房的钱了。这刘总到底做的是什么生意？这怎么3天2头就有人来抢劫？做好自己分内的事，不该问的别问。队长，这样真的有用吗？目标收容物可是有着全知的特性，我们从下水道走，他肯定知道啊。你从哪走都不知道，从下水道走，受击面更小，也更好防守。要是他们丢一颗手雷，我们都能见到我的太奶了。滑头，你丫能不能看看场合？没事，已经调查过了，只有手枪，厉害的重武器他们搞不到。在庄园外面的一处隐秘之地，小雨正手捧着一台平板电脑，屏幕上面是整个庄园的画面。队长，所有的下水道出口都有人把守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他们拿着高收入，自然会替雇主尽心做事。子弹都换成麻醉弹了吧？队长，用麻醉弹，我们的危险性大大提升了，为什么不用常规弹药？这群保镖只是被蒙在鼓里的一群普通人，我们有特制的防弹衣，普通子弹很难伤到我们，用麻醉弹足够了。他们可不是什么普通人，他们是高贵的高收入群体，工资比我都高。队长，要不我们也加入吧？不行，我眼红了。行了，对时间，检查装备，10个分钟单位后从正上方突击。10分钟后，下水道。随之而来的是数颗烟雾弹从井口丢了出来，一时间，整个庄园起一大波，一大半的保镖都朝着烟雾。整个庄园，滑头一甩手腕，只是一瞬间，他的手臂上就出现了一面巨大的防爆盾牌。太多了，太多了，人家受不了。
你这次回去后，我会向博士申请，让御医给你做一个声带摘除手术。队长，我就是怕你们太紧张了，想活跃一下气氛。队长，有大量目标朝着你们这个方向过来，快点转移。根据资料，4楼和5楼所有的窗户都被封了，我们从外墙爬到3楼去，要迅速。话音刚落，他身先士卒，冲到墙边。他的手套上有一根根利齿弹出，极为锋利，这使得他的手掌能牢牢地贴合自己。凭借着这些手段，片刻功夫，6人已经爬上3楼。目标已经进入别墅，别墅外的人守住出口。队长，别墅的出口已经被封锁。妈蛋，不是说他们没有重火器吗？这怎么连你的信就着埋伏里的老主管都抬出来了？这时，博士正在远程观看这支小队的作战视频。能突破火力封锁。博士说立即撤退。一名小队成员炸开了他们身后的墙壁，几人有序从墙壁的破洞处跳了出去。顶在最前方的滑头手举防爆盾，将射来的子弹挡住。防爆盾此时被轰击的快要支离破碎，也就是在那个瞬间，能挡住炸药的防爆盾整个爆碎。刚一落地，刘光就一把将他扛起，然后疯狂的逃窜。妈耶，太刺激了！飞镖在此时站住，他顶到了最前方，一面防爆盾牌出现在他的手上。快上车！有点痛，你忍着点。他解开滑头的袖口，露出里面的血流不止的手臂一片乌青，显然那是被震的。就连后背处的防弹衣上也卡着几个弹头。得益于守御人特制的防弹衣，将子弹挡在了外面。在一众人的沉默，救护车开到了位于魔都郊区的医院。伊凡也没说这东西应该怎么用。伊凡只是说这是一件艺术品，但显然不会是这么简单。陆游随后想起修仙小说里面写的仙气滴血认主。陆游将骨刺插入了自己的大腿，就在这时，骨刺发生了剧烈的颤动。骨刺上面那些繁杂的花纹被血液所浸染，散发出微弱的碧绿色光芒，末端的碧蓝色宝石也散发出一阵光晕。与此同时，一阵强烈的眩晕感袭向陆游的大脑。这好像也不怎么样啊。此时 C03 收容所里，无数工作人员躺在地上口吐着白沫，只有少数人强撑着没有倒下，博士就是其中之一。发现这个异常后，博士立即启动了紧急预案，警报声在整个收容所里面响起。那些耗材居住的区域，有人发现了不对，由于他们关押的地方距离较远，所以他们并没感觉到任何异常。短短1个星期的时间，警铃就响了3次，应该是发生了什么事。嗨，surprise。谢特，这是什么怪物？该死的，怎么又突然冒出一个鬼医生？你好呀，猜猜我是谁？诡异生物。恭喜你，答错了。惊喜吗？我远道而来的朋友。哦豁，你们可真是脆弱，脆弱的就像是一张纸。这时，一颗手雷落在了陆游的脚下，陆游不得不弯腰捡起，他转身将这颗快要引爆的手雷塞进了一个士兵的嘴里。迎接恐惧吧，杂兵们。过去3分钟了，快看！月光下，一个少年肩上扛着一面镜子，闲庭信步，像是漫步在自家的后花园。这哥们儿一点也不在意自己的形象吗？就在这时，2名小队的队员瞬间抽搐着倒地。这一幕发生的是这么突兀，还有呼吸，应该是昏倒了。飞镖蹲下身，也是一脸疑惑。就在这时，另一名小队成员也应声倒地，紧接着刘光和滑头也跟着倒地，5人的症状一模一样。序列137，提线木偶，G01收容所。另一边，陆游停了下来，他眸光微眯，看着倒地的6人。保持运动，不要停。这是序列137提线木偶，在他的50米范围内，双手只要停止活动5秒钟，就会被他控制。可是已经晚了，陆游感觉手脚变得沉重起来，他的大脑变得一片空白，灵魂仿佛离开了体外，以上帝视角看着自己的身体。晕倒的小队成员在这时候站了起来，他们眼睛向上翻，身体以诡异的姿势扭动，那模样就像是一具木偶。陆游的视线画面仿佛一帧一帧的定格着，流畅的画面如今就像是显卡出现了问题。与此同时，他体内的骨骼在发生轻微的震动，伊凡给他骨骼上雕刻的炼金法阵被激活了。这一瞬间，陆游又感觉自己的思维回到了大脑中，他的小拇指微微的弯曲了一下，但就是这一弯曲，提线木偶对他的控制被打断。
在他们的并不远处，7个身影从黑暗中显现，他们的一只手持枪，另一只手做着循环往复的动作。7个人围成了一个圈，圈里是一具半米长短的木质棺材。妹子，这些人是谁？虚灵妖37提线木偶被收容在 J0妖收容所，很显然他们是 J0妖的手艺人小队。J0妖收容所在哪？J0妖在霓虹国。哦豁，那这不是巧了吗？妹子，只要双手在保持活动就可以了，对吧？虚灵妖37的特性就是在他的50米范围内的所有人双手时刻保持活动，否则就会被提线木偶控制。如果有人被他控制了，那么在那个被控制的人50米范围内，其他人同样需要保持双手活动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每49米都有个人被控制，理论上提线木偶可以完成对整个世界的控制。但是，一旦被控制的人距离提线木偶超过了50米，控制就会被切断。陆游不知道从哪掏出来一根骨刺，一把将骨刺插入了自己的大腿。正当小雨惊讶于陆游为什么做出这种自残行为时，忽然两眼一翻，昏了。被提线木偶枪朝着陆游的方向轰了。陆游强忍着脑海中的眩晕，他嘴里叼着骨刺，身体匍匐在地上，飞快地爬行。陆游越过飞镖塔，冲向不远处的 J0妖手艺人小队。解决完J0妖的手艺人时，陆游一脚踢开了半米长的木质棺材，棺材里面的东西暴露出来。那是一个木偶脸上的表情显得很是诡异。陆游急速抓起火，一口气跑出去了上百米。城市之火小队的7名成员眼中的神采这才恢复过来。各单位做好应对序列137提线木偶的措施。我是行动完成。另外，序列137出现在现场，我们该如何处理？将序列137带回收容所。滑头，你进去别墅看看还有没有幸存者。队长，刘明生还活着，还要我开枪杀了他，怎么办？队长，那不是便宜了他？你先看住他，等清洁者出来处理，让他在我们收容所里面当一名耗材。陆游先生，你可以回来了。还好有292在，不然咱们今天恐怕是要交代了。不，我刚才也中招了，还是多亏了小雨妹子。还是队长的反应快，要不是队长最后提醒了我都没往提线木偶这个方向去想。队长，你晃的幅度小点可以吗？我好像晕车了。我也不想啊，我的双手是一刻也不敢停下。把这个人带回收容所当一个耗材。你们出动了地级的收容物吗？根据守御人条例，地级收容物不允许带出收容所。我当然知道，具体的情况后面我们队长会做一个详细的行动报告。你们先将这里的残局收拾了吧。也好，等你们的行动报告出来了，我们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后续可能会造成的影响。另外，刘明生会在2天内送到基地，到时候提前做好接收准备就行。我认罪了，会被怎么判刑？你先别急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想活吗？当然想活，你们要什么？钱吗？我带你去个地方，你只要能在那里待满30天，你就可以自由了。只要能活，别说30天，就是30年都没问题。倒是不用30年，你要是同意的话，咱们签署一个协议，签下这个协议，你就可以成为一名光荣的志愿者了。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花。人类现在的科技水平应该怎么突破？交换答案的代价是你们人类支付不起的。能告诉我代价是什么吗？建起一个拥有丰富知识的大脑，就能换取这个问题的答案。正当陆游还在思考什么是拥有丰富知识的大脑时，博士已经将身边的助手推向了缺口。一颗不错的大脑。那么问题的答案是？想要换取突破科技的答案，需要献祭一名神灵。献祭一名神灵，是什么神灵都可以吗？当然不是。想要知道献祭哪位神灵吗？当然了，这属于另外一个问题了。只需要向我献祭100万条生命即可。怎么样？我可是已经给你打1折了。等有机会，我会向你提这个问题的。那么这位先生，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询问的吗？292，你有什么想问的吗？那啥，朋友，我有好几个问题，你能回答我吗？当然，乐意为您效劳。我的第一个问题，这个世界是我原来的世界吗？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支付什么代价？一片您的指甲盖。听到这话，陆游随即陷入了沉默。您是觉得这个代价太贵了吗？要不，博士，将提线木偶交还。很抱歉，我拒绝你这个请求。博士，137是我们J0妖收容所的收容物，你居然敢拒绝归还，你就不怕我上报最高办公室吗？既然137出现在我国境内，那说明你们收容失效了。按照守御人条例，收容失效的收容物出现在我方领土上，我方收容所有权利且有义务进行收容。但是你知道137的收容并没有失效。抱歉，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137出现在了我方领土之上。为了避免造成收容物失控，我方对其进行了收容。如果对这个结果有什么异议，你可以上报最高办公室，由常务管理议会进行裁决。
不是，我愿意用其他收容物进行交换。你知道的，137对我们这灵妖来说非常重要。可以。真的吗？你需要哪件收容物？我立刻安排人给你送来。序列012笔。你在玩我？你等着，到时候我会让你乖乖的把137给我送回来。队长，咱们真要去看那个哥们儿吗？我能不能不去啊？怕什么？难道他还会吃了你不成？我就是怕他吃了我。人家救了我们的命，去感谢一下人家不是应该的吗？再说了，他除了有些恐怖，别乱想。序列292对人类没有恶意，尤其是你。292可以说是救了你3次。你们2个大男人怎么娘们儿唧唧的？陆先生人其实还是挺好的，当然了，他要是表现的没有那么诡异的话，那就更好了。还有1年的时间，到底要不要跟全知之境换取答案？陆游先生，你是在苦恼什么事吗？我的朋友御医先生告诉我，我只有1年的时间，1年之后，我就会化成一滩没有思想、只有本能的烂肉。这么突然的吗？那么有解决的办法吗？全知之境知道如何解决，就是换取答案的代价有一点大。什么代价？献祭整个现世。所以陆游先生，你想要换取答案吗？我不知道，主要是这个结果我不太能接受。如果只是死亡，我倒是无所谓。在暗域生活了3年，我其实早已经和死了没有区别。怎么会这样？陆游先生，你问过御医先生的意见吗？能看得出，你现在陷入了迷茫，需要一位智者的开解。我想御医先生应该很愿意当这位智者。抱歉，我就不招待你们了。我现在要去见我的朋友。我的朋友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你先等等，我先为这个可怜的患者诊断一下。放开我，我没病，我很健康。病人都说自己没病，你要相信我的诊断。朋友，相信我，你真的有病。朋友，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你想先听哪个？好消息。好消息是你确实病了。这算是什么好消息？坏消息是你的病并不严重，只需要做一个小小的手术就能痊愈。御医先生，这位可怜的患者患了什么病？他只是有点肾虚。哦豁，那这确实不是什么太严重的问题。不，像肾虚这种小病，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小手术就能解决。不，我好像又忘记把麻药了。御医先生，刚刚我们说到哪了？像肾虚这种小病，只需要一个小小的手术就能根除。什么样的小手术呢？肾脏摘除手术。我的朋友，其实我这次来找你，是因为我陷入了迷茫，还是我的诅咒问题？一面神奇的镜子告诉我，如果想要解决诅咒的方法，需要献祭整个现世来换取。那么我的朋友，你想要献祭整个现世吗？我不知道。不，你需要直面你的内心。现在，请你告诉我，你愿意用整个现世换取你想要的答案吗？我的朋友，你已经做出了选择，不是吗？不，其实你的内心并不想用现世来换取你想要的答案。可是我也不想变成一滩没有思绪、只有本能的烂肉，那让我感觉到恶心。我的朋友，你将我医嘱彻底忘记了吗？那面神奇的镜子只不过是你寻求答案的一条捷径，而现在你却在这条捷径上纠结，从而浪费了你本来就不多的时间。对不起，我的朋友，是我没有遵循你的医嘱。我原谅你了，我的朋友。对了，伊凡给你的骨刺，你知道详细的使用方法吗？我把它插进了自己大腿，效果很不错。在你感觉危险的时候，尝试插进自己的心脏，或许有意想不到的惊喜。不，答应我，不要胡乱尝试。我知道了，御医先生，我会在危险的时候再尝试的。不，你可真是个疯子。御医先生，我从不怀疑你的诊断，但我真不是疯子。292，半小时后会有人带你去完成一个收容任务。刚回来就有任务了吗？292，这是无障碍通讯器，你需要时时刻刻带着。这是守御人专用的系统承载器，功能很齐全，具体的使用方法博士会告诉你。虹膜验证通过，身份 C 级研究员李海群，感谢您为人类做出的贡献。顺着电梯上去，会有人接应你的。电梯再次打开时，陆游已经是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，整个停车场空空荡荡，只有不远处停着一台救护车。292，上哪辆救护车？序列290，我看过你的资料。你好，我叫陆游，我的代号是魔鬼，但你可以叫我但丁。但丁先生，我们这次的任务是什么？没想到你这么有礼貌，一点也不像在暗域生活的人类。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守御人组织的牺牲者，你可以理解为送死的炮灰。我们这些牺牲者和那些大头兵不一样，牺牲者主要是参与一些对人类抱有恶意的诡异生物的收容，比如怪物或者一些超自然的生物。
通常情况下，我们的收容目标都是票。这把枪里面的子弹是掺杂了水银的，能对那些诡异生物造成一点微弱的伤害。但丁先生，我觉得这样抽丝剥茧不利于你的健康。我就是一个炮灰，身体健康对我而言有什么关系呢？我有个朋友叫玉一，你可以去找他帮你诊断一下。我怀疑你的肺有问题。玉一那个家伙啊，他帮我诊断过，他说我得了肺癌，只需要做个小手术就能痊愈。玉一先生的医术绝对靠谱，所以你做了那个小手术吗？我问他是什么手术，结果你猜那家伙说什么？那家伙跟我说是肺叶摘除手术。玉一先生的诊断没问题，就在刚刚，我亲眼见证玉一先生为一位肾虚的患者做了一场手术。那名幸运的患者再也不会有肾虚的困扰。难怪你能跟那家伙玩到一起去。292，你在暗域里都遇到过哪些怪物？太多了，挑一个你觉得带劲的说。我曾经遇到过一位漂亮的女士，我和她只是对视了一眼，然后她就从我的肚子里面爬了出来。这么带劲吗？确实很带劲。那个漂亮的女士最后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她从我肚子里面爬出来后就消失了。故事没有后续，真是可惜。确实可惜，还要听听别的吗？不用了，再听下去，我怕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尿裤子。所以，但丁先生，我们这次的任务是什么？这次的任务是一辆出租车。出租车？对，一辆出租车。最近有不少人上了那辆出租车，然后消失了。所以我们的目标是收容这辆出租车吗？任务目标是调查上了这辆出租车的人最后都去了哪里，然后收容这辆出租车。师傅，我们还没说去哪了呢。你们又去哪？车子行驶了大概10多分钟后，车里突然响起了一阵音乐。师傅，要不换首歌？我妻子生前最喜欢我给她唱这首歌。抱歉，我对你已死的妻子不感兴趣。我的妻子很漂亮。再漂亮她也死了，我对死人不感兴趣。好了，要不还是说说你那位漂亮的妻子，我突然又对她感兴趣了。司机这次没有再切割，而是直接关闭了音乐播放器。我的妻子很漂亮。师傅，你这是怎么做到的？这见鬼的歌声为什么像是在我耳边响起的一样？你能不能不要打断我说话？这样很不礼貌，你知道吗？你说，我保证不打断了。我的妻子很漂亮，她高贵的像是一只天鹅。所以你是一只蛤蟆？对不起，我真的再也不会打断你了，我保证。她高贵的像是一只天鹅，我只是一个卑微的出租车司机。朋友都说我们两个不般配，但是我觉得只要我全心全意的为她付出，她一定会被我打动。在我的拼命追求之下，她终于是同意嫁给了我。可是婚后我发现她和她的前任还有着联系，可是我太爱她了，怕她离开我，于是我只能装作没有看到。兄弟，你看起来像是一条舔狗啊！干，我爱你很久了。朋友，说话就说话，怎么动手动脚的呀？大人，是小的有眼不识泰山。到了这时候，他哪里还不明白？眼前这两人分明就是来钓鱼的。哥们，这就解决了。还没有，应该还有条大鱼。你别怕，我不会吃了你。你原本想要带我们去什么地方？现在就带我们去吧。没有，我没有想要带你去什么地方。那些坐上你车的人类，最后都去了哪儿？他们都被我杀了。那他们的尸体呢？司机有些犹豫的看了陆游一眼。虽然我没吃过低级的诡异生物，但你要是敢说谎，我不介意尝尝低级诡异生物的味道。不敢说谎，他们确实都被我杀了，尸体则是被我喂给了这辆出租车。喂给了车？是真的，这个车是一件诡异物品，我带你们看看。小别智长的可真东西。这辆车现在需要血肉作为驱动，我也没办法，只能出来猎杀一些人类。哥们，这东西你怎么看？不对，还有另外一个诡异生物的味道，而且那味道闻起来让我忍不住流口水。你是在哪找到的这辆车？在狱里面，我在狱里面找到了这辆车，然后开着这辆车来到了这个全是人类的世界。你是说这辆车可以在暗域和现实自由穿梭？不可以，我也是偶然间开到了现实，然后就再也回不去了。这辆车也是来了现实过后才需要以血肉来驱动，在狱里面的时候根本不需要。他在说谎吗？一开始见到这辆车的时候，我从上面闻到了3股不同的味道，一个味道是属于这辆车的，除了司机的味道，还有另一个让我想流口水的味道，那肯定是一个位格极高的高位者。这也说明司机并不是这辆车真正的主人。原本我以为这个司机是替那位做事的，所以我才说还有一条大鱼，但现在看来并不是这样。对于司机是否说谎，陆游并不纠结。低位的诡异在高位者面前是不可能说谎的，放在之前在暗域的时候，这样的诡异陆游都不会多看上眼。哥们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？算了，先回去问博士先生吧。这辆车有什么特性？
博士先生问你话呢，你不回答人家，这样很没有礼貌。先生，这辆车有什么特性，我也说不清楚。随后，他把跟陆游他们说过的话再次给博士说了一遍。博士，最近的10年里，在现实出现的诡异数量每年都在呈指数递增。目前暗域中的生物想要去现实，基本上只有通过门这一个通道，而他们守御人的工作，每一个收容所都镇守着一道。这组数据是从系统调阅的。292，你是最近才出现在门的附近吗？并不是，我在暗域的活动范围比较固定。在你们找到我之前，我没见过任何其他的人类，也从来没有见过那扇会发光的门。拉一个耗材过来。快！一名蒙着眼的耗材就被2名守御人的特战士兵押送过来。你之前是怎么给这辆车喂食的？他用了喂食这个词。司机看向陆游，像是在征询陆游的意见。按博士先生说的做。后备箱被打开，陆游的目光落下，后备箱里面除了一张狰狞恐怖的图之外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把耗材推进去。很快，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警觉声音响起，与此同时，一阵引擎的咆哮声响起。一辆出租车有这个声浪，这让我想到一个贴切的形容词：吕布骑狗。其实它的外观可以随意变化。快示范一下。车身蠕动，外形开始发生变化。很快，那辆出租车就变成了一辆崭新的电动车。你就变化出这么个玩意儿？我生前只开过这2种车。完蛋玩意儿，难怪你那漂亮的妻子还跟前任保持联系。真是羡煞旁人，不像我孤身一人，也不知道啥时候能找到对象。找女朋友简单啊，你看看这几个好看吗？这倒是好看，人家能看上我吗？你放心，爱聊对单身男性很友好的，输入你的喜好系统会给你匹配同城单身美女，喜欢就直接聊，语音视频都行，不喜欢就去刷刷同城动态，本地美女都在这玩，就1、2 G 内存也不占地方，不用怕没话题，上面美女不会让你冷场的，没事就去玩玩呗，谈不成对象还能交个朋友呢。行，我这就去左下角下一个。行，需要怎么操作？坐在驾驶位上面，心里想要变化的外形，细节也不能放过。但丁跨坐在电瓶车上，片刻间，车身开始缓缓蠕动，随后化成一团血肉，将但丁包裹了起来。最后，那团血肉化作一辆车的雏形。仅仅不到2分钟的时间，那电瓶车化身成为一辆霸气的猛禽皮卡。美式大逼法，环保去他妈！看到没？你要是有这样一辆车，你那漂亮的妻子绝对连夜删除前任的联系方式。博士，我可以开出去兜一圈吗？卧槽，这什么车？没见过啊！好帅的皮卡车，果然皮卡车才是男人的浪漫。要是我老公也有这样一辆车，我哪里还会跟我那个穷逼前任保持联系？太爽了，简直只剩无憾了。博士先生，我可以开吗？看吧。哥们，你有驾照吗？没考下来，我记得好像是卡在科目2了。哥们，我操，你慢点，我害怕。停车，停车！还有，我操，我过去试了。还有没有王法了？还有没有法律了？在这里飙车，赶紧呼叫支援！一时间，街道上警笛声连成一片。哦嚯，好像闯祸了。292，靠边停车。博士先生，我忽然回想起一个痛苦的经历，我的科目2就是卡在了靠边停车。突然，走在最前面的那辆皮卡车像是失真了一样，车身不断闪动，随后凭空消失不见了。当这辆皮卡车再次出现时，已经是出现在了 C03收容所。车开得不错，下次不要开了。博士先生，感谢您对我车技的认可。记录下，序列302，作假，需要血肉或者是诡异力量作为驱动，拥有2点之间传送的能力，收容条件是一个合适的停车位。至于你，没有资格被收容，就地抹杀吧。先生啊，我也没做什么坏事啊。你不是杀了很多人吗？不，我杀的都是些内心邪恶的人类。之所以我要在车上讲我那美丽的妻子的故事，就是为了测试他们的心性。博士先生，因为出租车事件失踪的人类资料已经调出来了，都是一些作奸犯科的人。但你还是杀了人，根据守御人条例，你应该被列为地级收容物。可是你并没有收容的价值，除非你能给我一个收容你的理由，比如你有什么特殊能力。看我做什么？我也只是一个收容物。说着，他从裤兜里拿出一个胸牌戴上，胸牌上面写着序列292，遗失的人。这是陆游闲来无事时自己亲手做的。记录一下，292对于收容所产生了归属感。我会开车，对，我会开车。此言一出，场中顿时一片寂静，司机都快哭了。现实太危险了，我想回暗域。看来你即将再次见到你那个美丽的妻子。哎，兄弟，答应我，如果再见到你那个美丽的妻子的话，千万不要再当一条舔狗了。恭喜你，司机先生，你的能力让你变得有价值。记录一下，序列303，司机收容等级D。算了 S 吧。至于收容条件，司机先生，你有什么条件吗？司机疯狂摇头，此时他哪里还敢有什么条件？剩下的你看着弄吧。现在我们是同志了。哥们，我先回去换条火箭，下次有任务，我还会跟博士申请带上你。
但丁先生，你真的不考虑找御医先生做那个小手术吗？但丁没有回答这个问题，他转头挥了挥手。司机毫无意外的通过了盒子实验。7天的时间里，不管外面的耗材如何挑衅，他一步也没踏出过第一个房间。通过盒子实验的当天，陆游亲手给他做了个胸牌。露，看到你能这么快走出来，我很高兴。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新认识的朋友，叫司机。露，我听御医说了，恭喜你做了正确的选择，你果然是一个懂得欣赏艺术的善良的人类。没有，在追寻真相的道路上，难免有些磕磕绊绊，还好有御医先生的开导，否则我可能就走上了歧路了。这位朋友，你似乎在害怕。司机，别怕，这2个是我的朋友，都是很善良的人。一华，看来这位朋友对我们2个有些恐惧啊。朋友，你在害怕我们吗？司机根本不敢回答，只能坐在椅子上不停颤抖。抱歉，我这位朋友可能感染了风寒，身体有些不适，我先带他回去休息吧，回头我再来拜访你们2个。露，你难道忘了吗？我是一名优秀的医生，让我给这位朋友做个体检吧。司机，你放心，我这位朋友是一位医德充沛且医术高明的医生，你要是生病了，尽管找他，放心，他看病免费。不用了，我可能是没有睡好。那真是遗憾，朋友，如果你身体哪里不舒服，一定记得来找我，我免费。等陆游带着司机离开后，雨衣，你感受到了那股气息吗？我闻到了来自暗域深处的味道，看来这位新来的朋友不简单啊。我担心露的。不用担心。圆桌会议即将开始，请各位做好准备。圆桌会议是守御人组织最高级别的会议，由常务管理议会主持，通过虚拟全息技术组成的多人会议。早上好，各位，感谢你们为人类的付出。会议开始。首先向各位通报一件事，关于UO1的调查程序已结束，调查成果已经出来。所有人的面前都出现了一幅光幕，上面是恩佐的个人资料以及针对幽灵妖调查的结果。史密斯先生，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相信各位也看到调查结果了，对此我深感痛心，因为我们的疏忽，这才导致了这个严重的后果。好在发现的及时，这才没有对我们守御人组织造成更大的损失。在这里，我要郑重地感谢博士先生。又把锅甩给圣徒了。转移矛盾一直是他们惯用的手法，你就当他是在放屁好了。各位放心，涉事成员已经全部接受了调查，这样的事情我保证不会再发生第2次。根据守御人条例，因为渎职对守御人组织造成损害，当事人应被停职且接受处罚。议员先生，我愿意接受处罚。很好，史密斯先生，你的觉悟让人赞叹。看这样子，这次事件的处罚不会太重。你们之间是达成了什么交易吗？我需要09剂。那这就说得通了，史密斯应该会被象征性停职。再这么玩下去，守御人迟早要完，组织还不如改名叫阴阳人算了。现在的守御人高层早就忘记了初衷，内部一团散沙，官场那套倒是被他们玩得明明白白。这样下去，我很担心哪一天门会失守。我们管好自己的1亩3分地就行了，他们爱玩就让他们玩去吧。博士，你该不会早就有这个想法了吧？所以你才隐藏了292的数据。我怀疑门的特性在慢慢失效。详细说说。根据292的说辞，他在暗域生存了3年，那么我们应该更早发现他才合理。基于这一点，我开始对门产生了怀疑。然后我让助手从系统调集了近10年守御人出任务的记录。从整体的层面来看，近10年里诡异出现的数量在逐年递增，这很不正常。这一点我倒是疏忽了，细想一下，好像真是这么回事。有没有可能是门被污染了？这正是我的怀疑。关于这一点，我还需要时间去研究。博士先生，首先我要恭喜你成功收容301。序列号301的存在，不管是对于人类还是我们守御人而言，是一件极为重要的收容物。所以我在这里请求你，能否将301共享出来，由大家一起共同研究。对不起，议员先生，我拒绝。博士，难道你想要在这种大事上藏私吗？这种重要的收容物，为什么你不愿意共享出来？你知道这件收容物对于人类的重要性吗？你还记得守御人的宗旨和义务吗？匠人先生，根据守御人条例，对于已经完成收容的收容物，在无法确保绝对安全的情况下，禁止进行任何转移行为，所以我拒绝议员先生的请求很合理。议员先生，特事特办，虽然有条例在，但301的重要性值得我们打破条例。为了人类，我们应该尽快对301进行实验和研究。算盘倒是打得响亮，就是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见到301的机会。博士先生，你还有异议吗？议员先生，对于共享301，我并没有异议，但为了完成收容，我方付出了巨大的代价，因此我方申请进入补偿程序。申请合理，予以通过。
接下来进入下一个议题，博士先生，还是与你的 C03 收容所有关。关于序列号09被污染的造物主归属问题，经过议会组成员商讨，要求你们 C03 将序列号09转移到 A01 收容所，这也是为了人类的安全考虑。序列号09潜在的危险性太过巨大。司机先生，你能不能去帮我找一点材料？我想给御医先生和伊凡也做一个胸牌。还是别了吧，我觉得以他们两位的性格，应该不会喜欢这个东西的。好，我这就去。那么，博士先生，对于这个视频，你还需要为自己辩解吗？议员先生，虽然我没有证据辩解亚当先生提供的视频，但我现在很怀疑亚当先生视频的真实性。我给各位看一个直播，你们就知道了。众人身前的光幕上，画面中，一个清秀的少年正在低头忙碌。御医先生一定会喜欢这个胸牌的。露露，今天你有什么事找我吗？御医先生，这是我亲手制作的，希望你能喜欢。谢谢你，露露，我很喜欢这个小礼物。这位就是亚当先生口中的序列号292。各位，你们认为我视频中的292和亚当先生视频中所谓的292是同一个人吗？292被我们从暗域拯救回来过后，一直都是一个很有爱的孩子。他经常亲手制作一些小礼物，送给同为收容物的诡异生命。那些收容物都很喜欢这个孩子，并亲切地称呼他为朋友。博士先生，这并不能说明什么视频的真假，想必在座的各位领导人都能看明白。而我放出这段视频的原因，只是对你的能力产生了质疑，因此我在这里向你提出质疑。我觉得将09转移到我们 A01才是最好的选择。表决通过，请 C03 收容所尽快安排好交接事宜。很遗憾，各位领导人的眼睛都是雪亮的，你说对吧，博士先生？不是，那些蠢货就不会用他们的猪脑子好好想想了。等 A01 有了02和09这两尊神灵过后，他们的日子还会好过吗？那位没有出手吗？那么我们接下来进行下一个议题，关于序列号02天使的归属。等等，议员先生，我觉得02的归属问题无需讨论，我申请驳回这个议题。这个议题也是经过了一位商讨，从而拟定的。议会决定将02交由 C01 收容所进行收容。很遗憾，亚当先生，这个申请无效。这一手借力打力，4两拨千斤，简直太漂亮了！花最小的代价保住了一位华夏国收容所的地位，佩服佩服！这样一来，那些人肯定不会让 A01 一家做大了。和尚，这是你搞的鬼！跟我可没关系，这都是通过投票得来的结果。恕我直言，议员先生，你难道不觉得这个议题不合理吗？亚当先生，请注意你的言辞。我已经说过了，这项提议是经过了议会成员共同商议得来的结果。如果对这个提议有什么疑问，可以在后续递交申请。亚当先生，不如我们私下解决这个问题吧。虽然02和09这两位处于绝对的安全状态，但运来运去的多麻烦啊！保不准转移的过程中还会发生什么意外。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，亚当先生？你不要太过分了。我只是提个建议罢了。你如果不同意，那我们按照流程走便是了。我同意。和尚，你们华夏国有句话叫山水有相逢，我们还会再见的。和尚，这次的圆桌会议，因为你们两家彻底成了一次闹剧，谁又会在意呢？都是小丑，都是小丑。